瑞丽口岸是云南省最早开放、对缅甸贸易额最高、货物吞吐量最大、管理出入境人员最多、管理出入境车辆最多的边境内陆口岸，也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的集散地。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来到这里。瑞丽口岸国门充满了浓郁的傣族特色，很少有人知道，它的设计者是云南工艺美术大师张国荣，和香港明星张国荣同名。熟悉他的人也称他哥哥。我采用了孔雀纹、花纹、银纹。这个国门在展现的时候，既要体现大国风貌，又要体现它的民族文化。如果说10年前瑞丽口岸国门的设计体现了民族性和整体性，那么正在建造中的将于2017年年底完工的瑞丽地标建筑傣王宫，为传统的傣族文化赋予了新的内涵。傣王宫再现的是傣族14王朝历史建筑风貌，目前是傣族历史上最大的单体建筑，也是德宏地区最大的单体建筑，由张国荣担任民族艺术总设计。由于没有现成的资料可循，设计之初，张国荣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，多次前往泰国、缅甸、西双版纳等地学习考察，系统掌握了傣族建筑文化的精髓。张国荣按照傣族的信仰和习惯设计傣王宫，力求每个楼层都有故事，每一种花纹都有寓意。大象是傣族人的这个生肖之一。白天的象，我给它穿的衣裳，在外面行走，采的青草；夜里的大象，你看，他把鼻子捡起来，依偎在父母身旁。傣王宫总投资3000多万元，修建持续长达5年。作为总设计师，张国荣以可传世上百年甚至1000年的严谨态度，精益求精，多次修改设计方案，推翻重建主体工程。它可能要放100年，可能要放1000年。或许是一个历史的文物点。那么这样一个大的工程，我在想，30万，可能就数字就不算大了。让人意料之外的是，张国荣从事傣族建筑文化的保护和整理，却不是傣族。今年52岁的张国荣是地道的汉族。大理人，1989年云南艺术学院工艺美术专业毕业，1991年开始在全国知名报刊发表工艺美术绘画作品。2000年，张国荣离开家乡，来到瑞丽，从此钟情于傣族建筑。当你走到这个傣族这个寨子的时候，有2个感受：一，凤尾竹；二，寨子。我觉得相当亲切，相当和谐，可能就被触动了。由热爱到投入，张国荣开始从事傣族建筑的挖掘整理工作。几年下来，他走遍了瑞丽的村村寨寨，拜访老艺人，钻研老建筑。科班毕业，有着强大的工艺美术功底的张国荣，很快融会贯通，设计的傣族建筑有朝气，又不乏传统韵味。2015年，喊沙村进行村容村貌改造，同样由张国荣担任装饰总设计师。怎么把外面跟里面很好的融入进去？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矮墙形式，把这些艺术
更多的生活化，傣族的这个陶水罐，再上一些花，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太阳花。这个太阳花围绕这个柱子。艺术的生活化是喊沙村改造的缩影。脱胎换骨的喊沙村不仅成为3A 级旅游景区，还在2015年寻找中国最美乡村评比中荣获中国10大最美乡村荣誉称号。就在那个民族地区，他不一定能发现这种素材。张国荣呢是从外地进入入林的这么一个汉族的一个人，他能够发现这个问题，说明什么？他锐敏性很强。有个政协主席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国荣，我们傣族人民最谢谢你了，你是汉族，把我们傣族的文化都做得这么好，我们还是害羞的。”修改傣王宫和改造喊沙村，光收集资料，张国荣就花了4-5年的时间。这个漫长的过程让他萌生了为傣族建筑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想法。把这个傣族文化给它分类，通过这些分类以后去做理论研究，把它做成一本一本的书。我觉得这样就能告诉更多的后来人，让他们少花时间去探索。一名汉族工艺美术大师能申报傣族的建筑文化遗产吗？这是很多人的疑问。在张国荣看来，收集整理傣族建筑的过程本身就是美好的。画图、和泥、做模型，张国荣说自己就是个傣族泥匠。精进从事的工作并热爱它，专注认真久了，匠心凸显出来，就成了工匠。这个厕所周围了，没得任何一个开，没有管道。我们的这个厕所是零排放，造个排放出来。我们的这个厕所的特点。向客户介绍全新环保马桶的是昆明重工的老车工耿家胜。过去33年，耿家胜做过塔吊，做过拉丝机，可是环保马桶对他来说却完全是个陌生而又新鲜的。在各种场合，年过半百的耿家胜不遗余力地推销着自己的产品。所谓的直来呢，就是说里面有很多直来化的东西了，包括以后我们还要抓WiFi，抓一些音乐。从2016年1月份开始，昆明重工与上海的一家企业合作，共同研发零排放智能环保厕所。耿家胜和他的团队最初拿到的只是一张原理图，没有设计图。零件头我们都要画，因为都是大家在摸索的去自己走出来了嘛，困难还是比较大。没有设计图却要生产出一个全新的产品，其中的挑战可想而知。历时5个多月，熬了无数个通宵之后，眼前的这个环保厕所终于顺利生产出来。很少有人会知道，这位谦虚而勤奋的老工人，在昆明重工集团乃至整个云南的机械行业都是鼎鼎大名的。耿家胜1963年10月出生，1984年进入昆明重工。那时候半路出家的耿家胜毫无技术基础，连车刀都不会磨。为了尽快磨好车刀，耿家胜废寝忘食，用几十把废弃的刀具反复练习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不辍，耿家胜终于掌握了磨刀技能，并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成长为云南机械加工行业的一把刀。耿家胜所掌握的技能是个多面手，车床、抱床、铣床、弹床、切工，可以说样样他都设计了，不光是能做，是做的精度非常之高。从磨刀起步，
耿家胜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全能，他可以利用切削弓箭的时间差，一个人可以同时开3台车床，加工不同的零件，工作效率就比普通车工至少高出3到4倍。他还能针对加工弓箭的材质和形状，磨出自己所需要的专用车刀，制作出来的零件精度通常控制在2丝，也就是头发直径的1/4。珠海与香港隔海相望，与澳门紧紧连接，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4个经济特区之一。1991年，年仅28岁的耿家胜被派往珠海支援空调机模具制作。耿家胜去了以后呢，70%-80%的难做的零件都是耿家胜在完成。空调模具完工后，企业负责人很满意。为了留住耿家胜，对方开出每月3700元的工资，是昆明重机厂的18倍，并且承诺，如果耿家胜愿意留在珠海工作的话，厂里将解决他妻子和女儿的户口，安排2室1厅住房1套。我觉得他还是留下来那好。为啥呢？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我们是比较困难的。那一年我递交的入党申请书，转战申请了嘛，谢绝他们的挽留了，就回来的了。放弃高薪诱惑，耿家胜回到了昆明重机厂。他没有离开这个企业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最可贵的地方，能够把名利看得比较淡薄。1993年，昆明重工从德国利伯海尔公司引进技术，制造132型塔吊。当时全厂只有1台大型落地膛可以用来加工塔吊上的关键零件，效率十分低下。耿家胜想出了一个简单办法，就是改良数量比较多的唐68机床。他仅在上面多加了几个固定的工装家具，就解决了工作台面不足的问题，实现唐68机床生产塔吊零件。我们在加工当中震动比较大，对刀具的一个磨损也比较大。刀子用久了的情况下呢，它刀法洗得平稳了，我就把这些刀具全部拿去工具磨上去，8吨的后脚给它全部磨成5吨了。只要新刀片转上去，洗学起来就很平稳。耿家胜的小改进，一下让昆明重工突破了塔吊生产的技术瓶颈，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。过去1年只能生产20多台塔吊，结果在生产设备不变的情况下，年产能一下提高到80多台套。132型塔吊参与过昆明工人文化宫、沅江大桥、上海东方明珠等的建设，如今仍然是昆明重工生产的一个品牌产品。塔吊之后，耿家胜依然没有放弃探索和创新。在昆明重工所承接的拉丝机等多项主打产品生产过程中，发挥了核心作用，并为企业创造了上千万的产值。耿家胜呢，现在已经成长成为思想境界高、劳动技能高、群众评价高、社会共性多的一个新一代的技术工人代表。耿家胜，这位历经重型机械加工行业兴衰沉浮的技术工人，在企业辉煌的时候刻苦钻研，助力辉煌；在企业艰难的时期不离不弃，用坚守诠释忠诚。33年，与工厂荣辱与共，成就了耿家胜不平凡的业绩，生动展现了他持之以恒、甘于奉献的
工匠精神。